随着移动设备的发展，旗舰手机的屏幕基本已具备 2K 与高刷兼具的特性，主流的大型游戏也开始根据屏幕最高规格提供相应的画质支持。但是在视觉体验上，移动设备处理器的更新也仅仅是帧率提升和分辨率提升。Exynos 2200的出现则是这一现象的破局者。近日，三星电子推出了其全新的高端移动处理器产品 Exynos 2200。三星基于先进4纳米极紫外光刻工艺打造，并搭载了强大的 RDNA 2架构的全新 CAPS GPU 和全新的 NPU， 为未来的移动数字体验开辟了一条全新赛道。三星 Exynos 2200高端移动处理器用新技术再立业界标杆。极紫外光刻工艺是一项具有前瞻性且高难度的半导体加工工艺。这次的三星 Exynos 2200 CPU 采用4纳米的极致精度，能在单位面积内放置更多的电子元件，以提升性能。Exynos 2200采用极紫外光刻半导体加工工艺，这款产品也是市场上首批集成最新 ARMv9 CPU 内核的产品之一。在性能和安全性方面较 ARMv8 有了显著的改进，其 CPU 部分采用了3集群结构设计，由1个旗舰级核心 ARM Cortex X2、3个能效比平衡的大核心 Cortex A710及4个节能的小核心 Cortex A510，共8核心组成。旗舰级核心处理重度任务，能效平衡的大核用来保证日常使用流畅，节能小核则让设备拥有更持久的续航。而将 PC 领域的光线追踪技术应用于移动端芯片，更是本次的核心亮点。具体而言，光线追踪就是通过运算场景的光线，得到其路径、反射位置、强度或色彩叠加等数据，为游戏和生产力应用提供更真实的渲染效果。由于每一条光线对应一条独立的数学方程式，因此光线追踪技术十分考验设备的 GPU 性能。其提供了身临其境的视觉和用户体验，让许多科技公司仍在坚持探索。美国超微半导体公司 AMD 就是其中之一。AMD 将其最新的图形架构覆盖到了个人 PC、笔记本、游戏机、汽车等领域，提供了节能和先进的图形解决方案。Exynos 2200全新的 CAPS GPU 是 RDNA 2图形架构与三星电子在手机领域首个重要的技术合作成果。不仅在游戏领域， Exynos 2200在生产力方面也带来了新突破。随着移动版本的专业软件逐渐易操作化，越来越多的创作者会选择用移动设备进行创意的策划和实施，其中就包括拍摄和后期处理。Exynos 2200中的 MFC 多格式编解码器支持30 fps 的 8K 视频录制或120 fps 的 4K 视频录制，并能够以高达240 fps 的速度解码 4K 视频和以高达60 fps 的速度解码 8K 视频。在拍摄完高清晰度素材后也能顺畅浏览。当使用移动设备采集和处理高规格素材不再棘手，移动影像的画质基准也将上一个台阶。与此同时， Exynos 2200全新的 ISP 支持与 NPU 的协同工作，在拍照时基于 AI 识别多对象、环境和人脸，智能调节画面观感。其 ISP 架构经过了重新设计，结合最新的传感器，支持2亿像素图像的拍摄，会以30张秒的速度连拍 1.08 亿像素的图像，支持6400万像素正3600万像素的双摄方案，也能满足大部分用户的使用需要。以强实力布局行业发展。作为全球领先科技企业，三星在半导体领域的发展实力有目共睹。上世纪70年代，三星创始人李秉哲就早已注意到芯片产业对家电产品的重要性。1983年，三星在韩国京畿道建立了第一个半导体工厂，正式进军内存市场。该工厂投产后，在1984年推出并量产 64K DRAM。但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是残酷的，三星采用了反周期投资策略，简单来说便是在国际市场内存价格不断下降的时候加大投资，并收到了实效。1987年 DRAM 价格回升，三星乘势崛起，不但实现了盈利，还开始在技术上领先同期竞争者。三星在2021年推出14纳米 DRAM 产品。以 DRAM 产品为例，1990年，三星开发出世界第3个16M DRAM，此后 64M、
256M 和 EJ-DRAM 接踵问世，并在1996年摘下 DRAM 领域世界第一的桂冠。此后，三星在 DRAM 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且继续加大芯片投资，积累技术实力，并很快保持存储芯片领域的领先优势一直至今。2011年2月，三星处理器品牌 Exynos 面世。Exynos 由 Exynos 和 Exynos 两个希腊语单词组合而来，分别代表智能与环保之意。Exynos 4210是该系列的第一款产品，搭载该处理器的三星自家产品分别是 Galaxy Note 初代、Galaxy S2 和 Galaxy Tab 7.7。虽说它是初代 Exynos 产品，但不久后便被友商采购并投入使用，无疑是相当成功的。而在 Exynos 2200的出现前，移动处理器的发展方向仅仅是满足日益增长的游戏基准体验需求，如分辨率、特效动画、帧率等。由于移动游戏发展与硬件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因此会造成部分游戏体验不佳，功耗表现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硬件与游戏相互掐架的不良循环。三星将 RDNA2 图形架构引入移动端处理器的举措，是业内绝无仅有的，在行业中鲜有先例。这一硬件级的技术支持，将使游戏场景渲染更加逼真，细微处更符合光线的物理定律，从而让玩家能原汁原味地体验到游戏制作者为提升游戏质量所做出的努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厂商支持这一技术，未来的移动行业也将迎来新的变革。三星无疑已经走在了前沿。三星是全球唯一做到芯片、图像传感器、屏幕、闪存等相关产品都自研自产的科技公司，也是全球极少数能制造4纳米芯片的厂商之一。Exynos 2200的面世不是巧合，而是三星雄厚技术储备和广泛行业影响力的综合体现。